欢迎来到旭光梦想引路人。今天我想陪你走一段人生的旅程。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告诉你，你只是个普通人，你会选择接受这句话，还是努力证明它是错的？我们常常羡慕那些站在世界顶端的人，羡慕他们的财富、成就、影响力。但真正拉开彼此差距的，真的只是智商、运气或出生背景吗？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，不只是马斯克的人生故事，而是他留给每一位普通人的5个人生智慧。这5个观念，不需要你拥有数十亿资产，不需要创办世界级企业，也不需要成为天才。只要愿意改变思考方式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。而第一个人生智慧，也是马斯克一生最重要的信念：不要让别人替你决定你的人生有没有可能。1971年，马斯克出生于南非。他的童年并不像许多人想象中的那么光鲜。他从小沉默寡言，喜欢阅读，也喜欢一个人思考。在学校里，他常常因为与众不同而遭到霸凌。根据他后来的访谈，他曾被同学推下楼梯并遭到殴打，甚至一度需要住院治疗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样的童年可能会留下恐惧，也可能让一个人开始怀疑自己。但马斯克却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书本之中，历史、科幻小说、物理学、工程学，一本接着一本。他曾说过，自己年轻时大量阅读，而阅读让他看见了更大的世界。因为在书里，他发现一件事情：所有改变世界的人，一开始都只是普通人。他们没有超能力，没有预知未来，只是比别人更愿意相信那些还没有人相信的事情。多年后，马斯克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时，曾提到一个想法。他认为，人应该把生命投入那些真正能改善人类未来的事情。这也是他后来选择投入电动车、太空探索与再生能源的重要原因。很多人说这些目标太大了，甚至不切实际。但马斯克从来没有因为别人的怀疑而缩小自己的梦想，因为他相信一件事：真正限制一个人的，往往不是能力，而是想象力。如果一开始就认为做不到，那么人生就会在起点停下。如果愿意相信也许可以，人生就可能开始出现新的方向。很多人以为成功的人是因为他们从不害怕失败，但事实正好相反。马斯克也会害怕，他也曾公开表示自己在创业过程中承受过巨大的压力，甚至有许多夜晚无法入睡。不同的是，他没有让恐惧替自己做决定，因为他知道，勇敢并不是没有恐惧，而是在恐惧之中仍然选择继续前进。这也是第一个留给普通人的人生智慧：不要让别人的怀疑变成你的人生答案。每一个改变世界的人都曾经被怀疑，每一个梦想都曾经被认为不可能。真正的差别不在于别人说了什么，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继续相信自己的方向。然而，真正考验一个人的，从来不是童年的挫折，而是当你已经拥有一切时，是否还愿意为梦想重新归零。几年后，马斯克做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。他把多年创业换来的大部分财富，再次投入2家几乎看不到成功机会的公司。很多人认为他疯了，而这个决定也把他的人生推向了最黑暗的一段时光。很多人以为真正的成功是在赚到第1桶金的那一刻，但对马斯克而言，真正的人生却是在成功之后才刚刚开始。2002年 PayPal 被 eBay 收购，这场交易让马斯克获得了可观的财富，也让他终于拥有实现梦想的资源。换作一般人，也许会选择退休，陪伴家人，投资理财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但马斯克没有，他反而开始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：如果人生只有一次，我能留下什么？他给自己的答案不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而是3件能改变人类未来的事情。第一，永续能源；第二，让人类成为跨星球文明；第三，推动科技进步。于是
他将资金投入3家公司 Tesla、SpaceX 以及后来创立的 SolarCity。很多朋友劝他不要这么做。有人说，投资一家公司就已经很冒险了，你竟然同时挑战3个几乎不可能成功的产业。但马斯克回答过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：如果一件事足够重要，即使成功的几率不高，也值得去做。这不是冲动，而是他的信念。然而，现实远比梦想残酷。SpaceX 成立初期，几乎没有人相信一家私人公司能成功制造火箭。许多航太专家认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另一方面 ，Tesla 也正面临重重困难。当时的电动车市长远不如今天成熟，消费者对电动车缺乏信心，生产成本居高不下，资金持续流失。2家公司就像2艘同时漏水的船，而马斯克站在船中央，不断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其中。他的生活开始改变，他不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过着富豪生活。公开访谈中，他曾提到，那段时间他几乎把能动用的资金都投入公司，甚至必须向朋友借助，尽可能降低自己的生活开销。对他而言，每一笔钱都代表着公司多活一天的希望。真正的考验在2008年到来。这一年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市场信心崩溃，投资变得更加困难。而 SpaceX 已经连续3次火箭发射失败，第1次失败，第2次失败，第3次仍然失败。每一次火箭坠落，不只是技术上的挫折，更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投入在短短几分钟内化为乌有。媒体开始批评，外界开始嘲笑。有人说，私人火箭只是一场有钱人的梦。还有人认为，马斯克只是运气好赚到钱，现在终于露出真面目。而另一边 ，Tesla 同样陷入困境，现金流快速消耗，公司随时可能无法继续营运。2家公司同时站在悬崖边，如果是你，会怎么选？保住剩下的财富，还是放弃其中一家公司？很多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选择停损，因为这样看起来最理性。但马斯克做了一个极少数人敢做的决定，他把自己剩余的大部分可动用资金继续投入2家公司。这个决定让身边许多人难以理解，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拿自己的人生豪赌。但多年后回头看，这并不是赌博，因为他的每一个决策都建立在对技术、工程与未来需求的深入理解上。他相信，只要核心技术成立，短期的困难终究可以克服。他不是盲目乐观，而是选择相信自己验证过的事实。很多人把成功看成结果，但其实真正改变命运的是那些没有人看见的选择。在最黑暗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第4次火箭是否会成功，没有人知道 Tesla 是否能活下来，甚至连马斯克自己也无法保证结果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如果现在放弃，一切都会结束。所以他选择继续向前，不是因为没有恐惧，而是因为梦想比恐惧更重要。也许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创办火箭公司，也不会经营一家电动车企业，但人生总会遇到属于自己的低谷，可能是创业失败，可能是工作不顺，可能是一次考试失利，也可能是一段关系的结束。真正决定未来的不是低谷本身，而是你在低谷里做出了什么选择。马斯克留给普通人的第2个人生智慧，不是永远不会失败，而是当所有人都开始怀疑你的时候，你是否还愿意相信自己努力的方向？因为很多梦想不是输给困难，而是在成功来临之前先输给了放弃。2008年9月28日，对 SpaceX 而言，那不是一次普通的火箭发射，那是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第4次发射再失败，公司几乎没有足够资金继续运作，多年努力可能就在那一天画下句点。发射前，控制中心弥漫着沉重的气氛，工程师们反复确认每一项数据，每一个细节。马斯克站在人群中，
表面看似平静，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一次失败代表什么。这不只是公司的存亡，也是一个梦想是否还能继续存在。倒数开始，10、9、8，火箭点火升空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跟随着他。几分钟后，控制中心传来确认讯息 ，Falcon 已成功进入预定轨道。短短一句话，全场瞬间沸腾，有人欢呼，有人激动落泪，有人紧紧拥抱身旁的伙伴。那一天，人类历史第一次由私人公司成功将液体燃料火箭送入地球轨道，而这个曾经被无数人认为不可能的梦想，终于成为现实。7个月后 ，SpaceX 获得 NASA 的重要合约，公司的命运开始翻转。Tesla 也逐步度过危机，走向成长。回头看，人们常说马斯克成功了，但真正值得学习的不是结果，而是支撑他走到结果之前的思考方式。第一个人生智慧，用愿景而不是恐惧决定人生方向。很多人每天努力工作，但如果问自己我努力是为了什么，却未必答得出来。马斯克曾多次表示，他希望把生命投入那些能让人类未来更美好的事情。也正因如此，他才会投入电动车、火箭、再生能源等领域。他的决策不是建立在短期利益，而是建立在长远使命。这不代表每个人都要改变世界，但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值得努力的理由。当理由够大，困难就会变小。第二个人生智慧，第一性原理，不要直接接受别人的答案。很多人听到第一性原理，都以为这只是科学家的思考方式，其实它也能改变普通人的人生。当你遇到问题时，不要立刻问别人怎么做，而是先问事情真正的本质是什么。例如，你想创业，很多人第一个念头是市场竞争太激烈，但如果回到本质，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竞争，而是我能不能解决别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。当问题改变，答案也开始改变。人生很多限制其实只是习惯性的思考，而不是事实。第三个人生智慧，把失败当成学习的一部分。SpaceX 3次火箭发射失败，每一次都耗费大量资金与时间，但团队没有停留在失败了，而是开始分析哪里出了问题，下一次如何改善。马斯克曾说过，失败是选项之一。如果事情从未失败，代表你的创新可能还不够。这句话不是鼓励失败，而是提醒我们，真正可怕的不是失败，而是因为害怕失败，所以从未开始。很多人总希望等自己准备好了再开始，等存够钱，等能力更强，等时机更成熟。可是人生很少会有真正完全准备好的一天。真正的成长是在一次次尝试中完成的，每一次失败都会让你比昨天更接近答案。如果今天因为害怕而停下脚步，那么你永远不会知道成功距离自己到底还有多近。第四个人生智慧，长期思维胜过短期结果。今天的社会很容易追求快速成功，希望1个月看到成果，3个月改变人生，1年实现梦想。但真正改变世界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质，他们愿意为10年后的目标努力。打造一家公司需要很多年，建立一项技术需要很多年，培养一种能力也需要很多年。如果每天只因为短期没有成果就怀疑自己的方向，那么再好的梦想也很难走得长远。也许今天的努力看不见回报，也许今天的学习没有立即改变收入，但只要方向正确，每一天的累积都不会白费。真正的成功不是突然发生，而是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一点一滴累积而成。第5个人生智慧，持续学习是一生最大的竞争力。马斯克没有接受完整的航太专业训练，但他选择阅读火箭工程，阅读物理，阅读材料科学，再向专家请教，最后
把知识一步步转化为能力。他曾分享过，自己遇到陌生领域时会大量阅读并持续学习，直到真正理解问题。这也是普通人最容易忽略的一件事。学历会停止，工作可能改变，但学习永远不能停止，因为未来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谁知道的最多，而是谁愿意持续学习、持续成长。如果今天有人问我，马斯克最值得普通人学习的是什么？我不会回答创办 Tesla， 也不会回答打造 SpaceX， 我会回答，他始终相信人可以透过思考与学习不断突破昨天的自己，而这份相信才是真正改变命运的力量。如果今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假如马斯克失去了所有财富，没有 Tesla， 没有 SpaceX， 没有名声，没有世界首富的光环，你认为他还有能力重新站起来吗？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会是会，因为直到这一刻，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，真正值钱的从来不是他的公司，而是他的思考方式。真正带领他走到今天的也不是运气，而是那些日复一日累积起来的习惯、信念与选择。这也是为什么同样面对困难，有人选择抱怨，有人却选择改变。因为真正决定人生高度的不是起点，而是每天如何做出选择。很多人都希望改变人生，却总是在等待，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，等待一个更好的环境，等待有人相信自己。但马斯克的人生告诉我们，机会很少是等来的，更多时候它是因为你愿意开始而慢慢出现。没有人会因为你还没有成功就先把掌声送给你，也没有多少人会在你最低谷的时候告诉你你一定做得到。所以有时候你必须先成为第一个相信自己的人。很多人问，普通人真的能学马斯克吗？答案是不能，至少不需要学他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不需要创办火箭公司，也不需要成为亿万富翁。因为我们真正要学的不是他的身份，而是他的思维。如果今天你愿意开始阅读，每天多学一点知识，遇到问题时多问一句，事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遇到挫折时不急着否定自己，而是思考这次我能学到什么。当别人说不可能时，不立刻放弃，而是先查证、思考，再做判断。那么你其实已经开始走在成长的路上。真正的改变不需要等到某一天，而是从今天开始。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的第一个人生智慧吗？不要让别人替你决定你的人生有没有可能。而现在我想送给你最后一句话，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失败，不是贫穷，不是年纪，而是你开始相信自己只能过现在这样的人生。当一个人失去相信自己的能力，即使眼前有再多机会也看不见，但只要重新点燃希望，哪怕只是往前走一步，人生就开始改变。所以今天我想邀请你完成一个挑战，不用花很多钱，不用很厉害，更不用等到明天。请拿出一张纸或者打开手机记事本，写下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我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不是别人期待的样子，而是你真正渴望的人生。第二个问题，现在阻碍我的是事实还是恐惧？很多限制其实只是我们心中的预设答案。第三个问题，今天我能做哪一件小事让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？也许只是读10页书，也许只是运动20分钟，也许只是开始学一项新技能。不要小看这一步，所有伟大的改变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，而是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决定开始。马斯克的人生不只是创业成功的故事，更是一个关于信念的故事。他曾经被嘲笑，被怀疑，一次次失败，一次次跌倒，但他始终没有停止思考，也没有停止学习。
更没有停止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。而这也正是留给每一位普通人最珍贵的人生智慧。梦想不是属于天才，而是属于那些愿意一直走下去的人。如果今天这部影片让你有所收获，我希望你不要只是觉得很感动。真正能改变人生的，不是一段故事，而是你愿意把故事里的一个观念变成自己的行动。也许1年后回头看，真正改变你人生的，不是马斯克，而是今天愿意开始改变的自己。最后，我想送给你一句属于旭光梦想引路人的话：真正改变人生的，不是故事，而是当故事结束后，你是否愿意踏出第一步。愿今天的故事成为照亮你前方的一道光。我是旭光，我们下次见。